最近有个事儿火了，韩国的一个当红女明星上节目炫富，结果一不小心把自家祖宗是卖国贼的底细给全网直播公布了。那就在8月7号，韩国的当红演员安和英前阵子她上了一档挺火的综艺节目，她在节目里趾高气扬的跟大家炫耀啊，我们家可是4代行医的顶流世家，我曾祖父那是韩国最早一批留日学医的精英，当年呢还给朝鲜第26代国王高宗皇帝看诊呢。顺便呢还在镜头前展示了一下家里面几台大冰箱里面是塞满昂贵食材，把豪门世家的人设立得死死的。结果网友一查老档案，好家伙，你家这个地是当年抗日战争时期你曾祖父给日军当翻译官奖励的，这不叫炫富，这叫请全国人民来刨自家祖坟啊！韩国网民反手就把历史档案给掀了，大家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位女明星的曾祖父根本不是什么济世神医而是日据时期地地道道的顶流汉奸。1902年，他跑去东京的医科大学学诊，娶了个日本老婆，回国开了诊所之后直接被日本当成日朝童话的模范典型来夸奖宣传。那更绝的是1916年，他直接加入了当时最大的亲日组织，跑去当评议员。大家知道这个组织的名单里都有谁吗？头号卖国贼李完用名字赫然列在里面。而且韩国网友连1918年的老报纸都给扒出来了，上面整整齐齐印着他曾祖父一家的合影，配文叫日朝文化融合的模范家庭。更悬疑的是这个朝鲜的高宗国王1919年突然驾崩了。那当时呢，全朝鲜都在盛传高宗是被日本人给害的，而他曾祖父刚好就是高宗当时的私人医生之一。这一下直接把韩国网友的创伤记忆给全部勾起来了。那刚开始呢，安和英的经纪公司还死鸭子嘴硬强硬发布声明说，这完全是毫无事实依据的造谣，我们已经请了律师要起诉网络暴力。结果这封律师函直接把全韩国网民的怒火给彻底点爆了，网民们顺藤摸瓜继续深挖。好家伙，不光他曾祖父是汉奸连他爷爷也是个铁杆亲日派在韩国呢，你偷税漏税可能还有救，但你要是跟亲日卖国沾上边那真是老天爷都救不了你了。短短几天的时间，三星连夜下架他代言的所有6支广告，录好的综艺节目被无限期停播，网飞新剧宣传全部删人，剧组甚至直接考虑用 AI 把他脸给换掉。眼看饭碗要彻底砸了，安和英这才灰溜溜的递上了一封手写道歉信，说自己怀着沉重的心情重新审视家族历史。晚了，说什么都晚了他的演艺生涯已经被全国网友给定得死死的。但这个事儿能就这么算了吗？算不了，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娱乐八卦他直接切中了韩国几十年来最痛的那块脓包。亲日派后代吃着红利住豪宅，而独立抗日志士的后代却在街头讨饭。那在韩国呢，有一句传了很久的俗语叫抗日3代穷，汉奸3代富。咱们讲一个真实发生过的历史案例韩国历史上号称第一汉奸的李完用把整个朝鲜半岛送给了日本。日据时期，日本赏了他巨额的财富和成片的土地。这按理说吧，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这帮卖国贼就该被狠狠清算了，对吧？结果你猜怎么着？1992年李完用的亲孙子居然堂而皇之的把韩国政府告上了法庭。他说，我爷爷当年名下的土地被政府给无偿征用了，这是违宪，那是我爷爷的私有财产，必须还给我。更荒谬的是什么？韩国法院经过审理，最后竟然判卖国贼的孙子胜诉，大片价值连城的土地乖乖归还给了汉奸后代。人家转手卖了几亿几百亿开着跑车飞去美国度假享受生活了。那当时呢，那些韩国法律界人士还一本正经的说一切都要尊重司法裁决这是单纯的法律问题，不能受到政治和情绪影响。那紧接着其他汉奸的后代一看，哎呦，这招行纷纷跟着跑去法院告政府要求拿回祖上的土地和财产。几十起这种官司居然大多都打赢了。你再看看另外一边，那些当年为了反抗日本的领袖，因为长期被日本殖民者迫害，家破人亡。到了二战结束他们的后代失去了经济来源，绝大多数都沦落为社会最底层。
当韩国的家庭主妇们在1998年金融风暴里把戒指金项链捐给国家共度难关的时候，这帮靠卖国发家致富的汉奸后代却拿着10几本外国护照，忙着把资产往美国、日本转移。这种历史正义的彻底倒挂，搁谁身上不气得肺发炸？安河英事件之所以引爆全网，就是因为韩国老百姓看到他吃着祖上卖国留下的红利，居然还敢光明正大的当成家族荣光跑出来炫耀这踩到的不是底线这在全韩国人的伤口上狂妄的撒盐更觉得是韩国的光复都80年了，这帮汉奸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能牢牢的把持着韩国的政界和财界。那些从韩国政府里拿到贷款承包国家大工程的家族，全都是当年跟日本财阀关系铁溜溜的汉奸家族。那些逃到日本的汉奸，又以外国投资者的尊贵身份重新回到韩国，继续发大财。你看看今天韩国的那些大财阀政坛世家、法律界名门，把那个家谱往回翻3代，底色几乎全是亲日派韩国人虽然由穷变富了，但国民精神上极其压抑，因为他们发现气不过自己祖辈的坏人，一代代都活得比自己好100倍。正是在这种压抑到了极点的全民怒火下李在明带着他的铁拳来了。在今年8月15号韩国光复节庆祝仪式上，总统李在明发表了一场震动整个东亚的讲话，专门针对汉奸的新特别法将于12月2号正式施行，重新组建财产调查委员会，全面追缴所有亲日反民族行为者当年靠卖国聚敛的不当财产，所有追缴资产充作抗日英雄后代的扶持基金。李在明这是把安河英事件引爆的全民民意直接转化成了斩断汉奸财阀资金链的政治利剑。那要理解李在明这番动作的分量，咱们得看看2005年韩国设立了财产调查委员会，专门查缴卖国贼靠给日本收割的不当得利。但是当时这个法律留下了个死穴，委员会的活动期限只有4年，到了2010年，委员会任期一满，直接解散。那此后的16年这个事就没人管了。这16年的监管空白期，简直成了亲日派后代狂欢的黄金窗口这帮人嗅觉多灵还趁着没人查，赶紧通过向第三方转让、变卖等手段，疯狂的把手里面的原始资本洗白变现。说白了，就是把卖国留下的财产换成美元、股票和海外房产。直到李在明政府上台，直接一记重拳砸向了这个积弊已久的漏洞。那8月15号光复节那天在首尔世宗文化会馆，李在明对着国旗深深鞠躬，当场撂下了狠话，不管那些殖民时期的不义之财传了几代人的手，都要一笔一笔的追回来，追回来的每一分钱全部完整用于支援独立抗日英雄的遗属。这叫什么呀？这就叫用法律的铁拳给历史的正义补课。那聊到这儿，很多人可能会问韩国人清算汉奸，热闹是挺热闹的，这跟咱们中国有什么关系呢？各位，太有关系了韩国这几十年的阵痛，简直就是我们敲响的一记沉重警钟看看韩国的教训因为这个当年的清算不彻底，导致亲日派占据了经济和文化高地就造成了抗日3代穷、卖国3代富的历史惨剧。那再看看咱们身边呢，难道咱们这几年遇到的文化渗透和今日少吗？前几年搞出轰动全国的毒教材事件，把插图里的中国孩子画的是眼斜口歪的，甚至在教材里隐秘的加塞日本元素。还有某些所谓的什么文化专家、知名学者拿着高额津贴却天天在网络上为日本历史洗白。甚至还有某些所谓的网红今日穿上日军军服跑到抗日遗址烈士陵园拍照打卡，疯狂的践踏民族底线这帮人的本质跟韩国那些靠卖国发家的汉奸后代有什么区别从韩国重拳清算汉奸这件事上，我觉得中国至少应该借鉴并落实3件事。第一，文化去毒与历史清算，必须追查到底，终身追责韩国新法最绝的一招就是打破了时效限制，那就算转移给3代后代也要追缴。咱们在面对文化领域的毒教材、历史虚无主义时也必须建立这种终身追责机制。无论涉及到的责任人退没退休，是不是成了所谓的学术权威，只要在历史原则问题上吃里扒外，搞文化渗透，就必须依法剥夺其学术荣誉，追缴其不当得利，让他们在法律和历史的耻辱柱上站一辈子。
还有第二啊，绝不能给今日任何商业化变现的空间。看见那个女明星炫耀祖宗的当天啊，三星连夜撤掉了广告，剧组直接考虑用 AI 换脸，彻底封杀啊！在我们这儿也必须形成这种铁律，凡是敢挑战民族感情，或者靠贬低抹黑自家历史博眼球的网红艺人，一律实行最严厉的行业封杀与商业清算。想吃中国饭就必须守着中国的底线，敢砸中国的锅就直接砸了他的饭碗。那还有第三啊，用国家力量给爱国者与英雄后代最尊贵的礼遇。李在明把追缴回来的亲日财产承诺100%用于支援抗日烈士的后代，这告诉我们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啊，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才会英雄辈出。我们必须在法律、经济、社会地位上给退役军人、抗战老兵及其遗属最高规格的保障，要让全社会清清楚楚的看到啊，为国家洒过热血的人，子孙后代受到全民尊崇；背叛国家和民族的人，子子孙孙都要背负耻辱。一个国家如果连爱国和卖国的界限都能模糊，如果背叛民族的人可以荣华富贵，而英雄的后代却无人问津，那这个国家的骨头就是软的，这个民族就没有未来。李在明重启清算，不仅是在追缴那几万块土地和几十亿资金啊，更是在白纸黑字的告诉下一代，背叛国家和民族的罪行，哪怕过了80年，也必将被拉出来清算。看看今天韩国的这场大清算，再看咱们台湾岛内某些天天认贼作父、媚日政客与魑魅魍魉，道理其实完全是一样的。反而靠卖国求荣、靠巴结外人来踩自己同胞的人，从来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历史的账本可能会记性差一点，走得慢一点，但是它绝对不会丢，也绝对不会漏。好啦，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啦，我是肖兰，咱们下期再见。